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來到離線玩家 Online 的頻道。哎，聽說這個26年後續要出的機器價格要上漲，你別聽說了，已經漲了。我們今天這一天就是他們漲價的第一天，拍攝當天啊。那麼我覺得我們去年測過的機器，現在購買可能會更加有性價比啊。我們去年一共也測了差不多100多台機器了，今天呢就來簡單锐评一下，我们會按照品牌來進行評價啊。我們先從紅米、小米開始吧。OK， 是這樣的，朋友們，現在我們的面前呢，就是你們看不到的地方是有一個電視的啊，我們自己是做了一個表格的。我覺得從發布的日期開始吧，就我們先說一下比較新的機器吧，比較新一點啊。對，買新不買舊嘛。那來吧，那就先說紅米 Turbo 5系列唄。Turbo 5我就不是很推薦了啊。Turbo 5給個 NPC 吧。行，就是你想買就買吧，好吧。然後 Turbo 5 Max 我覺得可以給個頂級，你們覺得呢？確實，它那個電池也蠻大的。它其實就拍照差一點吧，然後其他的感覺都還可以啊。然後那個電池確實比什麼1萬毫安時的，至少是 WinRT 那種啊，對，那是會要感覺扎實一點的。那接下來就從紅米 K90 吧，我覺得 K90 至少可以給個頂級吧，我覺得提升還是蠻大的。可以給頂級，表現很好了。它雖然也只有一個2.5倍的那個長焦，但是有就比沒有要好，對吧？我們面前這個上面其實給了一個價格的，這個價格就是我們在錄製之前的這麼1-2天看到的，它現在能夠買到的價格，大概也就是個2000出頭啊。那我覺得這個價格還是可以，是2+56的。那 K90 Pro Max 呢？該說不說，這個揚聲器還是非常不錯的。那確實，而且後蓋那個質感的話，摸起來也是比較的很爽啊，像那種像素皮一樣的感覺。就牛仔褲。對，喜歡牛仔褲。那我個人因為那個手機我其實用了還一段時間，我打遊戲也是非常爽，我可以給到一個頂級吧。我也覺得頂級吧，表現也行。其實我也覺得也可以給頂級啊，主要是我覺得它的很多的配置其實跟小米17 Pro Max 感覺差不多啊，有點越级了的感覺。然後它的價格又便宜很多了，我們現在看到這個上面的價格大概3200的樣子啊，我覺得還是可以的，這個性價比還是 OK 的，也沒有很明顯的短板吧。然後如果喜歡陳奕迅的話，也可以買啊。那再往下就是 K80 至尊了。我們測了好幾次是吧？測了3次了。我覺得可以給到夯，你們覺得呢？夯不夯啊？非常好。而且它現在我們看到價格是大概2100左右啊，但它實際上有一段時間價格很低哎。對。如果那段時間買的話，那真的就夯爆了。對。大概多少錢啊？那一段時間？我記得我们最後一次測的 K80 至尊是12+56的版本吧，當時價格特別低啊，二手，當時應該是雙11還是雙12期間，感覺1500左右啊。對，1500左右。然後當時我們買的時候也就花了1560嘛，我就當時就沒有賣，我就玩了1-2個月，然後我最後又加錢賣出去了。就它過了那個促銷之後，它價格又反彈了，現在價格又上去了。因為這個手機確實很夯啊，市場又好。錢呢？錢吞掉了。你這麼理直氣壯啊？Turbo 4 Pro 你們覺得怎麼樣？NPC 或者人上人吧。我覺得 Turbo 4 Pro 可以給個人上人了。它其實當時在那個 8S Gen 4的手機裡面算是調的還可以的，它的金閃閃還有王者都能開的還是比較高的。而且我記得當時它那個手機質感是非常不錯的，質感是還可以，而且續航也還可以，但是那個處理器確實一般吧。反正我們測過的應該調的最好的 8S Gen 4是那個1加 Turbo 6吧。那 Turbo 4就 NPC 或者拉完了吧，我覺得這個是真沒什麼印象了。這個機器就是感覺電池有點小了，對，那確實不是特別行啊，感覺沒有什麼很出彩的地方。NPC 或者拉完了吧，感覺處在那個中間，也沒到那麼拉，但是現在要買也不是很推薦了。那至於剩下的紅米14C 跟紅米 Note 15 Pro 加，也比較久遠了，我覺得就略過好吧。我們就略過吧。像紅米14C 我記得就是一個特別便宜的機器，對。但是現在我們查到價格也是要700多塊錢，那個配置就是說實話用起來確實有蠻卡哎，挺卡的那個機器。然後包括 Note 15 Pro 加其實也是有點微卡的，但是它是給的那個長焦的嘛，但是那個處理器又太差了，還是稍微多花點錢去買拍照的機器吧。那個機器別的地方的體驗也就一般般啊，遊戲也開不高。行，那紅米就這樣了，我們接下來看小米啊。OK， 那接下來就聊一下小米的機器啊。那首先第一台就是小米17 Ultra， 我來說，因為它是主打拍照的，我很不滿意。那個機器我只能給到 NPC， 朋友們，就是它那個長焦，
說是說光学变焦吧，但是那个长焦的那个光学变焦的区间真的，首先我觉得不是很实用，然后其次就是它居然在晚上给我出现那个对焦对不上的问题啊，这个我非常的不理解。感觉就是噱头很大，但是实际体验又比较一般。但其他的部分还是可以吧，比如说在旗舰机里面它的续航还行，然后它的屏幕亮度其實也還可以吧。反正就是覺得這個機器賣到那個價格吧，反正它是沒有到達我的期待的，好吧，大概就是這麼一個水平。現在來看還是太貴了，等降價好吧。你確定你等得到嗎？就以接下來這個情況。反正就給到個 NPC， 我只能給 NPC， 你們可能可以給到人上人，好吧，但是我給不到，我只能給到 NPC 那個機器。這機器不就主打拍照的嗎？那拍照都有點那啥的話，那肯定我很不滿意它那個長焦啊。對啊。好的，那麼接下來我們來看小米17系列啊，有3台手機。我覺得小米17可以給到頂級到夯中間。我覺得那個機器確實還是挺均衡的，很均衡，而且它的續航也非常好。對，續航也還挺不錯的，而且那個白色的質感還不錯的。其實我一般。那你怎麼說 K90呢？K90就是照紅髮條，好吧。但其實我覺得說好聽點叫均衡，說不好聽可能就有點中庸了。我覺得它那個顏值還是跟另外2台相比有點缺陷啊，太平庸了。那我覺得它比加倍屏的好。真的嗎？因為我覺得倍屏很不實用。那你看跟誰比了吧？我覺得我也不喜歡倍屏。小米17，我很喜歡，我就不要實用，就要花裡胡哨啊！對啊，我覺得這個倍屏去年小米還是很出圈的。那小米17還有一點我還想說一下關於拍照的，它好像是小米17整個系列裡面唯一一個真正有長焦微距的，就它真的能拍得很近的。其他2台其實都是那種5倍長焦，然後隔個25厘米、30厘米這麼一個對焦距離，長焦微距效果是遠遠比它2個大哥要好的呀。那小米17 Pro 跟 Pro Max 嘞？我個人更喜歡小米17 Pro 一點，因為它尺寸只有那麼大。然後你喜歡倍屏嘛，它也有了。對，續航呢確實還是會差一點點，但是也沒有到那麼差吧。我覺得也可以給個人上人吧。但是小米17 Pro Max 我有點想給 NPC， 你們覺得呢？而且之前就有人說它這個什麼系統更了幾個版本之後，然後續航有什麼很大的提升。有嗎？其實測完之後並沒有啊，並沒有啊，對吧？我記得我們最後一次測吧，它最後1%撐了很久，就那一次弄得我特別不舒服。為什麼？因為身邊的人跟我們說，哎呀，它續航什麼好厲害的提升啊，怎麼樣的。結果到了後面，1%呢確實是提升的挺厲害的，但是一般情況下誰會用到1%，然後再用那麼久呢？就如果沒記錯的話，那天那個視頻應該打了38分鐘吧。對，打了快40分鐘。到最後我想上廁所憋得我不行啊，我從此恨上這小米17 Pro Max 了，感覺被騙了。而且我記得它17系列送的那個塑料殼，就質感挺一般的，就套得很緊，然後你隨便取下來，其實就會有很多劃痕，就會影響觀感。之後把我指甲上劈斷了。我們再往前聊，好像跟你就沒什麼關係，你當時還沒有來啊。好的。那就是小米15S Pro 唄。15S Pro 這個機器剛剛聽你說還挺便宜的吧？雖然是去年5月份發布的，但它其實現在二手的價格已經比小米15 Pro 要便宜了。就是它那個續航的水平，也就是去年的旗艦的那種水平吧。是的。比如說像我的 X200 Pro 啊這種機器呢，就在這嘛，對吧？好像跟他們續航也沒有很大的區別啊。但它其他的配置又跟小米15 Pro 也沒什麼很大的區別。它們的外觀有區別，好看嗎？好，但是不好買殼。它15S Pro 是後面那個攝像頭旁邊多了一個數字的標誌，然後殼就不太好買。你一定要露出那個標誌嗎？不然怎麼知道我是 S 呢？不然你怎麼？你必須得那個膜開一個，你那個殼。你露出來又怎麼樣呢？露出來了，所以我說就是殼不太好買嘛，因為這手機好像賣了也一半。它貨可能只有那麼多吧。那手機現在都買不到什麼新機了，我搜了一下，現在新機10+5要將近5000塊錢。事實上二手也不太買得到，出的人很少。5000塊錢那就感覺好像也就一般般啊。二手應該是在2300、2400的樣子。這麼便宜嗎？16+512。你確定啊？這個我最近有在關注啊。你在關注是吧？對，2500左右。大家買不到找他買啊。反正會比15 Pro 要便宜啊。我們就順帶聊一下小米15 Pro 吧，我覺得。驍龍8翼，對吧？然後還可以，我有時候在用，還行吧。現在價格也不是特別高了。對。那小米15 Ultra 呢？你們覺得？毫無印象。感覺不如14 Ultra。夜神，朋友們，夜神你們還記得嗎？它在我心裡其實會比小米17 Ultra 稍高一點，它沒有小米17 Ultra 那麼離譜的一些，比如說合不到焦啊這種東西。
但是它的拍照表现我觉得也就一般般了。那意思就是说这3代里面只能买一个14 Ultra 是这意思吗？我觉得17不如15，15不如14。我其实是觉得小米14 Ultra 的它整个的影像配置是还不错嘞，虽然说后面2代都有所谓的2亿吧，但是那个2亿的长焦在实际的使用上我觉得一般般啊，就是14 Ultra 如果你只拿来拍照还是不错的。对，单纯影像来说啊，差别并没有很大。对，只是说这个续航啊，一些其他的。它甚至还有一个更厉害的长焦微距呢。所以我是觉得，你如果现在很想买一台机器只拿来拍照，我觉得小米14 Ultra 是完全可以买的。对，但是它别的地方可能就有点差了，比如说它屏幕亮度可能就拉不太高了，因为它处理器毕竟是上一代的嘛，是驍龙8.3，就感觉它为了功耗还是会有一些牺牲的，而且它電池也沒有很大。其他的比如說當時鬧得比較大的什麼陶瓷啊、龍晶玻璃啊、什麼龍晶陶瓷這種事情，其實也無所謂了，因為它現在二手的價格好像也就在2000左右了。我覺得大家可以去淘一個啊，拿它拍照還是可以的。是的。那14 Ultra 給到頂級可以吧？我覺得不能給頂級，我覺得，然後因為它只能拿來拍照啊，朋友們。單純的拍照機。對，你拿它來幹別的，那個續航什麼的就已經頂不住了呀。畢竟老旗艦了嘛。我覺得人上人還是可以，畢竟便宜。那15 Ultra 你給什麼呢？15 Ultra 我也給一個人上人吧，就是你買15 Ultra 跟買17 Ultra。我感覺好像區別不是特別大，除了電池吧，幾乎就沒有區別了吧？對，我也覺得區別真的很小的，而且他們現在價格其實差挺大的。至於小米15 Pro 跟15S Pro， 我覺得可以給頂級吧，可以給吧，我覺得還是不錯的這兩個機器。我們之前測那個小米15 Pro 的時候，也是那種沒有什麼很大的紕漏嘛。對，而且它其實很穩的，給了個 2K 的屏幕啊，對，然後影像也還可以，它手感也挺好的。那麼最後是這個小米15啊。也測了挺多次了，我記得。現在就續航可能不太行了。對，因為它是小米裡面少有的有超聲波指紋的嘛，然後也比較均衡嘛。那只是那個時候少有，好吧？現在全都是了。小米15我覺得應該給到一個。以目前的眼光來看，我只能給它 NPC。還有一台小米CV5 Pro， 哎呀，手感特別好。然後呢，我跟你說，你不用說這麼多了，因為現在沒有小米CV6了，你發現了沒有？沒有 CV6了，這個東西很奇怪。我其實還蠻喜歡的。你喜歡？那你買了。但是用着體驗不行，它就是手感好。對，是。它很薄。我看你們現在給出的價格是多少？1900多啊。一般嘛，就是這個機器我感覺女生可能用好一點，因為它前置好像挺厲害的。女生好像不用 CV。女生為什麼不用 CV？ 續航會太差了吧？我的天。好了，那我們這一期的評價呢就聊到這裡啊。我們會做一張圖，放在上面從行到拉啊，把它做在這個屏幕上。大家如果有不同意見呢，也可以在評論區或者彈幕積極留言啊，發表你自己的看法。然後其他的品牌機器呢，我也會後續給出相應的排名啊。OK，那麼我們下期節目再見啊，拜拜。